工程師最怕咩？一定係摩菲定律。Anything that can possibly go wrong will go wrong。話說喺1948年左右，美國空軍做咗一系列嘅實驗，去測試人體最勁可以頂得到幾大嘅減速力。點做？直接綁個人上架火箭車，之後剎停。外科醫生 Step 自告奮勇做白老鼠。呢個實驗對改善戰機嘅安全帶同埋座位設計有好大幫助。Dr. Step 最終參與咗29次嘅火箭車實驗，仲上埋《時代》雜誌嘅封面添。工程師摩菲嗰期都咁啱做開一啲用離心機做嘅加速力實驗，有用開一啲新啲又準啲嘅拉力感應器。知道咗 Dr. Step 做緊類似嘅實驗，就整咗幾個俾佢。第一次綁隻黑猩猩上去試驗機，竟然拎唔到數據，一睇原來係助手將啲儀器反轉咗嚟裝，雙傳機同摩菲扎扎跳。成個火箭車實驗其實都幾危險啊，因為係講緊40幾個 G 嘅減速力。幾年之後呢，有記者訪問 Dr. Step， 點解成個實驗系列做咗70幾次，竟然都冇嚴重傷亡嘅呢？佢話因為大家都將摩菲定律銘記於心，所以就冇出事啦。但正如六合彩頭獎幾難中都好啊，每隔幾個星期都總會有人中。災難幾難發生都好，你試得夠多，總會中招。1977年3月27號，大家就見證咗摩菲定律嘅威力。件事呢就發生喺西歐嘅加那利群島。加那利群島係西班牙其中一個自治區，今日人口大概200幾萬，主要由7個大島所組成，土地面積夾埋有7個香港左右咁大啦。因為冬暖夏涼，景色優美，一直都係歐洲人度假嘅好去處。1977年3月27號，大加那利島上面嘅大加那利機場發生咗恐怖襲擊，兇徒喺機場入邊間花店放炸彈，炸傷咗一個人。同時當局收到電話報稱有第二個炸彈，所以關閉咗機場同埋進行搜索。原本即將要到達嘅航班都被迫轉飛去另外一個島嘅機場，就係 Tenerife 島聖庫市附近嘅 Tenerife 機場。Tenerife 機場呢，其實都幾細下㗎，仲細過以前啟德。幾架轉飛過嚟嘅大飛機都泊晒喺唯一嘅一條滑行道上面。擾攘咗幾個鐘，大加那利機場終於解封，暫停喺呢度嘅飛機呢，就開始準備飛翻去啦。排頭位嗰幾架已經飛走咗，等咗個幾鐘頭，終於到呢兩架有空中之後之稱嘅波音747客機。747係當時載客量最多嘅機型，呢個紀錄其實一直維持到2007年空中巴士 A380 出現嘅時候先至被打破嘅。第一架係由荷蘭阿姆斯特丹飛過嚟嘅荷蘭皇家航空 KLM 405班機，排第二係由美國紐約飛過嚟嘅泛美航空 Pan Am 1736班機。話時話 Pan Am 喺1991年執笠之前係世界知名嘅航空公司，叱咤咗航空業界70幾年。就係 Catch Me If You Can 裏邊由阿李安納度飾演罪犯 Frank Abagnale 扮做機師呃出糧支票嗰一間啊。飛機起飛降落其實係需要逆風嘅，咁先至可以用更多嘅距離產生更大嘅升力。由於當時嘅風向係由西吹向東，所以用來升降嘅跑道呢係東往西嘅30號跑道。泊喺西面盡頭嘅飛機唯有行到去另一邊先至可以起飛。控制塔就叫排頭位嘅 KLM 沿住跑道滑行，去到盡頭再掉頭準備起飛。同一時間再叫排第二嘅 Pan Am 沿住跑道落，喺第3個出口離開，再沿側邊嘅滑行道落到去跑道頭。嗱，個天啊真係玩嘢㗎，因為機場地勢嘅關係呢，一年到晚其實都好容易起霧。咁啱嘅時候呢，就有咁霧喺西邊飄過嚟，係啊係一嚿嚿，真係冇講錯。佢罩住咗 Pan Am， 亦罩住咗個控制塔。但係近跑道頭嗰邊嘅 KLM 呢，能見度仲有好幾百米，兩架飛機同控制塔之間就大家都睇唔到大家啦。由於呢個只係一個好細嘅機場，好少有咁多飛機嚟嘅，機場冇裝到地面雷達，1977年更加未有 GPS， 控制塔只係靠肉眼去確認飛機喺邊度，肉眼睇唔到啦，咪靠機師自己報位置咯。簡單啲嚟講，控制塔喺呢個時候就真係慢咗一樣。KLM 去到盡頭掉好頭，機長唔知係咪好急趕住收工嘅，隻手已經加緊速嘅時候，好彩俾阿副機長撳住。我哋好似未問空管拎飛行許可喎。我知啊，你咪去問咯。嗱，飛機一般嚟講呢，都係一個人負責揸，亦叫做 pilot flying， 另外一個人叫 pilot monitoring 呢，係負責通訊同埋交叉檢查嘅。咁喺呢個時候我嘅安排就係機長係 pilot flying， 上面嘅對話呢並唔係話要傳下副機長嘅。KLM 485已經準備好起飛啦，而家等緊拎空管嘅飛行許可。
KLM8705而家批准你飛去 Papa 信標，一架飛機起飛係要向空管拎2個許可嘅。首先係要確定起飛到巡航階段之間嘅飛行路徑，但呢個唔代表可以進入跑道同埋俾我起飛嘅。呢個許可係要另外再批嘅。到遇上徑向325，我哋而家就起飛啦。機長聽到之後呢，已經即刻鬆俾你加油，對副機長話：我哋而家出發。好明顯，機長同副機長都以為起得飛，但係塔台並唔係咁樣諗。OK， 原地待機等起飛，我轉頭再叫你。Pan Am 喺聽到 KLM 話自己起緊飛，都好緊張，即刻插話講翻句。但係好可惜，無線電係唔容許2個人同時講嘢，所以 KLM 係聽到 OK 呢2個字之後，就只係收到，後面乜都聽唔到。嗱，咁塔台之後都有補翻問翻 Pan Am， 清空跑道嘅時候咧，報告一下。清空嘅時候我哋會報告。跟住。嗱，上面最後嗰幾句咧 ，KLM 都清楚聽到晒㗎，但係機長同副機長都無動於衷，繼續起飛。1977年嘅飛機其實電腦比較弱，有好多嘢係需要人手去做調校嘅。機頭裏邊除咗坐住正副機長之外咧，其實仲有一個飛機工程師幫手嘅。佢咧就坐喺正副機長嘅後面。呢個時候就弱弱咁爆咗一句：佢仲未起飛咩？咩話？架 Pan Am 仲未車通跑道咩？早咗咯！機長完全冇跡象想終止起飛啊！5秒之後 ，Pan Am 就見到 KLM 嘅大燈。佢要過緊你條黑黑真係衝過嚟，快走快走啊 ！V1，Oh shit！ 1977年3月27日 ，Tenerife 機場2架空中巨無霸747喺跑道上面相撞 ，KLM 4805上面248人無一生還。Pan Am 1736上面335人死亡，只剩下54位乘客同7位機員生還。意外總共導致583人喪生，係目前為止航空史上面只計飛機入面死得最多人嘅空難。翻轉頭睇，有冇咁巧啊？咁多樣嘢炒埋一齊，有啲嘢可能係天意，但係有啲嘢係可以避免。例如，如果塔台唔講 OK 呢2個字。有冇試過覆人哋 WhatsApp 話 OK， 其實你只係想講等等或者收到。電腦有時 crash 咗，然後逼你 click OK 呢個掣 ，OK 乜嘢啊？即使喺空管通訊裏邊，1977年 OK 都唔係一個標準用語。經過呢一單嘢，而家更加強調一定唔會講 OK 呢個字。除咗 OK 之外，更進一步係將起飛 take off 呢個關鍵字留俾真係最後一刻嘅起飛許可。而至於唔係真係起飛嗰一下呢，我哋會用翻出發 departure。例如之前嘅對話就會變成我哋嘅飛機準備好出發，出發之後飛去 Papa 信標，再向右轉去040。而至於 clear to take off 就一定只會留喺最尾真係起飛嗰下先至會講。如果少少工程師所講嘅嘢有被重視呢，當時機長 Yauco Van Townsend Van Santen 係 KLM 嘅首席飛行教官。意外發生之前已經有11700幾個鐘頭嘅飛行經驗，一直都係 KLM 嘅生招牌印晒喺公司嘅雜誌裏面。出事之後嗰一刻啊 ，KLM 仲想派佢去現場協助調查，不過好遺憾啦，幫唔到手啦。喺當時，試問一個小小嘅工程師又點敢頂撞全公司最勁嘅機師大佬啊？所以其後航空業界引入咗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嘅培訓，教導資歷較淺嘅員工見到有問題嘅時候，點樣唔轉彎抹角又唔失大體咁照直講，亦強調資深嘅員工要尊重同埋留心聽。1970年代嘅地面雷達其實係一樣相對比較貴，而又唔係真係睇得咁清嘅嘢。當時成個西班牙都只係得幾個大機場有。但係喺出咗事之後，政府都喺 Tenerife 裏邊裝翻一個。但隨住 GPS 嘅發明同埋 ADS-B 應答機嘅廣泛應用，加上更先進嘅雷達信號處理技術，喺2010年代，機場控制塔終於可以好似睇 Google Map 咁樣，好清楚咁喺屏幕上面見到每一架飛機嘅地面位置。其實個機場成日起舞都唔係第一日知噶啦，喺1960年代就籌劃緊喺島嘅南部再起一個新機場。最終新嘅南部機場喺1978年落成啟用，而出事嘅北部機場就日漸成為輔助嘅角色。時至今日，幾時都有成萬幾架飛機喺天空上面飛緊，但係出事嘅機率都相對比較少，就係因為我哋吸收咗呢啲血嘅教訓，制定咗好多系統、制度、方法，去盡量減少意外同埋傷亡事故。
喺各行各業，無論係航空、地面運輸，定係其他工程業界、IT 界都好，搞咁多嘢就係要提防隨時都會揾上門嘅墨菲定律。傳開去，俾多啲人知道。